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顾总经过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结构性优化。你的岗位暂时下线，先去处理一下技术部门积压的历史遗留问题。顶层会议室里，中央空调的冷风无声的盘旋，将价值不菲的紫檀木会议桌打磨得泛着一层冰冷的光。董事长罗振山靠在宽大的真皮座椅里，声音平稳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喙的含义。他身边的4名董事神色各异，有人低头研究着桌面的木纹，有人目光游移，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唯独新晋加入代表资方的2位董事孙哲和钱立军，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像是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戏剧开场。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需要多少时间清空办公室？顾海潮的声音异常镇定，平静的，仿佛他听到的不是一句足以颠覆他职业生涯的宣判，而仅仅是关于明天下午茶时间的通知。明天中午之前吧。罗振山语气随意，像是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的私人物品应该也不多，人事部会协助你。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令人窒息的死寂。顾海潮的目光平静地从罗振山那张保养得宜、看不出太多情绪的脸上，缓缓划过孙哲镜片后的精明，钱立军不加掩饰的强势，最后落在了那2位始终不敢与他对视的老董事，他的创业伙伴郑伟东以及财务总监周静身上。那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质问，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却像无形的压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和心虚。顾海潮收回目光，端起面前那杯几乎没动过的龙井，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他轻轻吹了吹氤氲的水汽，那水汽模糊了他嘴角缓缓勾起的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7年了，这家名为星河智联的公司就像是他的另一个孩子。7年前，他还只是个刚从浙大硕士毕业，满脑子都是算法和代码的年轻人。他放弃了国内顶尖互联网大厂的高薪聘书，选择和师兄郑伟东一起，在南疆市郊一个租金便宜到漏雨的工业园里，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那时的星河智联，与其叫公司，不如说是一个技术狂人的车库作坊。办公室里永远弥漫着汗水、烧糊的电路板和廉价泡面的混合味道。顾海潮几乎是以公司为家，不分昼夜地敲着代码。他主导开发了公司的命脉，也是日后震惊整个行业的天书智能物流调度系统。正是这套领先行业至少3年的系统，让星河智联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团队，一跃成为国内物流科技领域最耀眼的黑马，也为公司赢得了最初的生存资本和尊严。他永远记得那些日子，为了攻克一个动态路径规划的核心算法，他带着2个应届生在白板前连续演算了72个小时，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醒了就着凉水啃面包继续。当算法终于跑通的那一刻，3个大男人像孩子一样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他也记得，为了验证系统的极端环境稳定性，在北方零下20度的寒冬，他亲自跟着最老的货运卡车跑长途，颠簸在结冰的山路上，记录下每一个数据包的延迟和丢失情况。那一次，他差点因为卡车打滑掉下悬崖。更让他刻骨铭心的
是系统上线后的第一个双11。面对如洪水猛兽般涌入的订单流量，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是顾海潮坐镇指挥中心，凭借着天书系统强大的容灾和调度能力，硬是扛住了远超预期的流量洪峰。当0点的钟声敲响，系统后台显示一切平稳运行时，整个技术部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郑伟东冲过来抱住他，激动地吼着：“海潮，你就是咱们公司的定海神针！”随着公司的飞速发展，顾海潮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从技术总监到研发副总裁，再到如今的首席技术官兼执行副总裁，他亲手搭建了公司的整个技术体系，见证了公司每一次的融资、扩张和转型。2019年的 A 轮融资，2021年的海外市场开拓，去年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系统重构，每一个关键节点的背后，都烙印着顾海潮数不清的通宵和心血。然而，风向是从去年开始变的。随着 B 轮融资的完成，资本方派驻了孙哲和钱立军2位新董事，他们的到来像2条鲶鱼，彻底搅乱了公司原本还算纯粹的创业氛围。孙哲46岁，有华尔街背景的投资精英，永远一身剪裁得体的阿玛尼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开口闭口都是资本效率、市场估值和商业闭环。他看技术的眼光，就像看财务报表上的一个成本项。钱立军50出头，据说有很强的国企改革背景，行事果断，作风强硬，最喜欢在会议上强调狼性文化和快速迭代。他认为一切不能在3个月内产生效益的研发投入都是浪费。他们的到来让董事会从一个技术与市场并重的决策团体，迅速变成了资本意志的执行机构。曾经和顾海潮、郑伟东一起熬夜画产品原型图的董事长罗振山，也渐渐被他们口中的市值管理和上市路径所俘获。矛盾的第一次公开爆发是在3个月前的一次战略会议上，顾海潮提出了一个耗资2000万的底层架构重写计划，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5年更庞大的数据处理需求，保证天书系统的持续领先。然而，他的计划书刚讲到一半，就被孙哲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顾总，恕我直言，你的技术思维太重了。孙哲推了推金丝边眼镜，语气客气，但内容尖锐。现在是资本运作的时代，我们要的是能讲给股民听的故事，是漂亮的增长预期，而不是一个工程师眼里的完美无瑕的系统。花2000万去做一个用户根本感知不到的底层优化，这笔钱足够我们包装出一个华丽的元宇宙物流概念，把公司股价拉升至少20个百分点。钱立军立刻附和道：“技术要服务于商业，我完全同意孙总的看法。我们必须砍掉那些短期看不到收益的研发项目，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能快速拉升股价的业务上。市场不等人，等你的底层架构重写完，风口早就过去了。”面对这种论调，顾海潮只说了一句：“地基不稳，楼盖得再高，塌的也越快。”那天的会议不欢而散，最终他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而那笔2000万的预算被划拨给了孙哲力主成立的市场战略部。从那天起，顾海潮就知道自己被优化只是时间问题。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上个季度的财报。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公司营收增幅首次从3位数掉到了2位数。
尽管利润率依然健康，但在孙哲和钱立军的渲染下，这成了公司陷入增长停滞、技术红利消失的危险信号。我们必须对管理层进行一次果断的手术，清除那些阻碍公司轻装快跑的陈旧观念和既得利益者。罗振山在一次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内部吹风会上的这句话，已经为今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只是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顾海潮，他们以为他只是一头勤勤恳恳、不懂变通的老黄牛，却不知道他早已预见到了这场风暴，并且为此准备好了一切。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南江市的天空有些阴沉，顾海潮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查新一代无人仓调度算法的核心代码。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符在他眼中仿佛流动的乐谱，他正沉浸其中。董事会秘书的内线电话就打了进来，声音礼貌而疏远，通知他立刻去顶层会议室开会。他放下鼠标，站起身，走到窗边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口。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 CBD 景象，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他走过那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走廊，地毯柔软无声，两旁的墙上挂满了公司7年发展的荣誉证书和照片，其中超过一半的技术奖项，从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到全球物流技术创新金奖，都是由他亲手领回来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段燃烧青春的奋斗史。推开那扇代表着权力核心的厚重实木门，他立刻就感受到了房间里不同寻常的气压。椭圆形的会议桌旁，5名董事悉数到场，这在平时是极为罕见的。罗振山坐在主位，面色凝重地搅动着面前的咖啡。孙哲和钱立军坐在他两侧，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得意与期待。而他曾经并肩作战、同吃一锅泡面的创业伙伴郑伟东和一向严谨公正的财务总监周静，则不约而同地避开了他的目光，假装在研究桌上的文件。一张孤零零的椅子摆在椭圆形会议桌的对面，像一个为被告准备的席位，充满了审判的意味。顾海潮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过去，坦然坐下。他甚至还对着众人微微点了点头，仿佛他才是这场会议的主持人。他的镇定让原本准备好应对一场激烈争辩的孙哲和钱立军感到非常意外，也让罗振山准备好的一长串安抚说辞无处安放。罗振山只好清了清嗓子，不带任何铺垫地直接宣布了那个优化调整的决定，暂时下线。顾海潮平静地重复着这个被精心包装过的词汇，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内心深处涌起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冰冷的、荒谬的感觉。他想起了7年前，自己和郑伟东在这个工业园的废墟上规划着星河智联的蓝图。那时候他们说好，技术是公司永不熄灭的引擎。是的，孙哲显然很享受这一刻，他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话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虚伪的惋惜。海潮，你为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但现在公司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冲击上市，我们需要更专业的资本运作人才来掌舵管理上的事务。我们会聘请更专业的 CEO 来负责。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发挥你的技术专长，专心把过去那些技术烂摊子、旧架构什么的都好好收拾干净。这话表面客气，实则充满了羞辱。技术烂摊子、旧架构，这些词从一个对技术一窍不通的投资人嘴里说出来，
无异于直接否定了顾海潮7年的全部心血。顾海潮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缓缓扫过，郑伟东的脸涨得通红，他放在桌下的手不安地搅动着，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没能说出一个字。这位一同创业的兄弟，在资本许诺的上市后财务自由的巨大诱惑面前，终究是选择了沉默和妥协。周静则始终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仿佛上面有什么能让他逃避这一切的重要内容。只有孙哲和钱丽君毫不避讳地迎着他的目光，眼神里带着赤裸裸的属于胜利者的姿态。交接手续呢？顾海潮的语气依旧平静的可怕。你的门禁卡、邮箱账号和所有系统的高级管理员权限，今天下班前会全部注销。这次开口的是钱丽君，她的语气更加直接和冰冷，不带一丝感情。这是标准化流程，为了公司的信息资产安全，希望你理解，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岗位调动，而是清理高风险内部人员的标准待遇了。他们不仅要他的人离开，还要在第一时间彻底切断他与公司的一切联系。明天中午之前，顾海潮的声线终于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起伏。他想到了自己办公室里那几盆养了多年的绿植，还有书架上那些绝版的珍贵技术书籍。对，公司会给你一个非常优厚的离职补偿方案，远超行业标准，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罗振山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他只想尽快结束这场令人浑身不自在的谈话，仿佛多待一秒，他自己建立的权威就会被顾海潮的平静所侵蚀。顾海潮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一句废话。他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甚至还对着在座的各位微微颔首致意，然后转身从容地走出了会议室。他的背影挺得笔直，没有一丝颓唐。门关上的那一刻，会议室里的气氛才稍稍松弛下来。他的反应太平静了，平静得有点不对劲。孙哲皱着眉，喃喃自语：呵呵，或许是早就认命了吧。钱丽君不屑地笑了笑，一个技术人员，就算再有本事，离开了这个平台，还能翻出什么浪来？他应该庆幸我们给了他一个体面的退场方式。郑伟东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沙哑：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点？海潮他毕竟……伟东，不要感情用事，商业不是请客吃饭。罗振山厉声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恼羞成怒。现在是星河智联冲击上市的最后窗口期，任何阻碍公司前进的因素都必须被清除，这是为了所有股东的利益，也包括你。只有周静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一丝忧虑和不安浮现在他的眉间。顾海潮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走进了消防通道的楼梯间。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解锁屏幕，上面是他5岁女儿灿烂的笑脸。7年的心血，7年的青春，换来的就是一句冰冷的暂时下线。说不难过，不心寒，那是假的。那些并肩作战的日日夜夜，那些攻克难关的欣喜若狂，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但比难过更强烈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他终于不用再每天去参加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算计的会议，不用再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理想和心血被资本的铜锈一点点玷污和肢解。他轻轻地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一丝嘲讽，但更多的是一种冷冽的
即将发起反击的决绝。第二天上午9点半，顾海潮提着一个半旧的纸箱，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他穿的和平时一样，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深灰色的休闲西裤，看起来精神矍铄。但他的出现还是在整个楼层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曾经向他汇报工作的员工们看到他手里的纸箱，都愣住了，随后便开始交头接耳，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同情、不解和惋惜。一些和他关系亲近的老员工想上前说些什么，但看到他平静的表情，又都欲言又止。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还维持着昨天的样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墙上挂着他亲手绘制的第一代天书系统架构图，那上面还有当年用红蓝铅笔修改的痕迹。书架上摆满了从代码大全到深度学习的各种专业书籍，每一本的页边都写满了他的笔记。桌角的仙人球还是3年前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送的，说希望他能像仙人球一样坚韧。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动作不疾不徐，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专注，仿佛不是在打包离场，而是在进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告别。他将一本本陪伴了他无数夜晚的书籍小心翼翼地放入箱中，将女儿画的全家福画卷小心翼翼地卷好，将那个已经磨得看不清键盘字符的旧机械键盘轻轻擦拭干净。每拿起一件物品，眼前就浮现出一段鲜活的过往岁月。那张2018年公司搬入新办公楼时的团队合影，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灿烂。郑伟东的胳膊还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们身后是星河智联、星辰大海的横幅。那个刻着莫问前程的木质笔筒，是公司最艰难的 A 轮融资期间他送给自己的礼物，用来提醒自己专注于技术本身。他甚至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了一个 U 盘，里面存着天书系统的第一个版本，代码量还不到现在的1%，却承载了他们最初的、最纯粹的梦想。大约10点钟，罗振山出现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一脸春风得意的孙哲。海潮，收拾的怎么样了？需要帮忙吗？罗振山一脸关切地问，眼睛却在办公室里四处扫视，确认他没有带走任何印有公司 logo 的文件或硬盘。快了，没什么东西。顾海潮没有抬头，继续整理着抽屉里的私人信件。以后有什么打算？孙哲假惺惺地说道，语气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你的能力，去哪家公司都会是香饽饽。如果需要，我个人很乐意帮你写推荐信，我在硅谷那边也有些人脉。谢谢孙总的好意，暂时想先休息一下。顾海潮的回答滴水不漏，听不出任何情绪。两人自讨了个没趣，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便转身离开了。他们走后没多久，郑伟东独自一人走了进来。他顺手关上了门，脸上满是愧疚和挣扎，整个人看起来比昨天苍老了10岁。海潮，我对不起你。他的声音沙哑，眼圈泛红。老郑，什么都不用说。顾海潮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起头，静静地看着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创业伙伴。我理解你的选择，他们答应我，只要你让出位子，毕加伦的融资就立刻到账，公司最晚明年就能在纳斯达克敲钟，到时候大家都能财务自由了。郑伟东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不敢看顾海潮的眼睛。海潮，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没办法。他的话印证了顾海潮的猜想，
这是一场早就预谋好的，用他的前途换取资本承诺的肮脏交易，而他就是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顾海潮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彻底冷却了下去，他没有愤怒，只是觉得可悲。他站起身，走到郑伟东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公司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们好自为之。郑伟东浑身一震，满脸羞愧地离开了，背影显得无比萧索。下午2点，财务总监周静抱着一堆文件走了进来，名义上是办理最后的财务交接和离职补偿金的确认。他一如既往的高效和专业，飞快地处理完所有流程。在顾海潮准备签字时，他状似无意地将其中一份关于市场推广费用的明细表推到他面前，用笔尖不着痕迹地在其中几个数字上点了点。那几个数字旁边对应的项目名称，赫然写着远航战略咨询服务费。他的动作极快，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外人看来只是在提示签字的位置。等顾海潮签完字，他收回文件，在转身离开门口的瞬间，用几乎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急速说道：“小心那几笔去向不明的境外服务器采购款，账期和金额都有问题。还有，和远航咨询签的是一份为期3年的战略合作，预付了全款，总金额8位数。”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顾海潮的瞳孔猛地一缩，远航战略咨询，那正是新晋董事孙哲在加入公司之前力主引入的财务顾问公司。一份咨询合同，预付3年的天价费用，这在行业里是闻所未闻的。结合那几笔可疑的境外采购款，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链条在他脑中瞬间变得清晰起来。他看着周静消失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冷峻的弧度。原来他们这么着急把自己踢出局，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控制权。下午4点，办公室已经基本清空。顾海潮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他奋斗了7年的城市。夕阳正缓缓落下，将天边的云染成了瑰丽的橙红色。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如织，万家灯火即将亮起。这个城市见证了他的梦想，他的奋斗，也见证了此刻的背叛。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罗振山、孙哲和钱丽君3人一起走了进来，他们脸上的表情混合着紧张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像是即将瓜分战利品、进行最后确认的猎人。顾总，东西都收拾好了。罗振山开口，语气比之前客气了些许，带着一种程序即将走完的轻松感。就剩下最后一个箱子了。顾海潮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们，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那就好。罗振山清了清嗓子，故作随意地问道，但闪烁的眼神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目的。对了，老顾，咱们都是老伙计了，我也就是纯粹为了更新下公司的股东档案，走个流程。我们得最后核对一下你手里那些早年的技术股和后来的期权激励，加起来是占公司几个点的股份来着？我这记性不太好，总也记不清。他身后的孙哲和钱丽君都露出了然的微笑，眼中闪烁着金光。这才是他们今天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宫斗的最终目的。在他们看来，一个技术人员就算从头跟到尾有股权激励，最多也就是5%，顶天了10%。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慷慨的回购价格，就等顾海潮说出那个数字。
然后彻底将它与公司进行资产上的切割，扫清最后一个障碍。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窗外的晚霞似乎也变得愈发浓烈，像燃烧的火焰。顾海潮看着他们三个，看着他们脸上毫不掩饰的算计和贪婪，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反而充满了无尽的玩味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怜悯。你们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他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三人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个数字，以便开启下一步的股权回购计划，将胜利果实彻底收入囊中。顾海潮没有立刻回答，他慢条斯理地走到自己那个唯一的纸箱旁，没有去碰那些书籍和个人物品，而是从最下面抽出一份用牛皮纸袋密封的严严实实，甚至还用了火漆印的文件。袋子上没有写任何字，但那火漆印的独特文章让罗振山和郑伟东的脸色瞬间微变。股份？你们真的以为我们今天谈的仅仅是股份的问题吗？顾海潮轻笑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某种掌控全局的令人心悸的意味。他走到那张空荡荡的办公桌前，将那份神秘的牛皮纸袋放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那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7年了，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一些东西拿出来给董事会的所有成员都看看。顾海潮的手指在那个火漆印上轻轻敲击着，一下又一下，敲得罗振山三人心跳加速。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从头到尾都这么淡定吗？因为这个东西比你们任何人的职位，甚至比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都重要得多。顾海潮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罗振山、孙哲和钱丽君心中激起了惊涛骇浪。他没有理会三人惊疑不定的目光，只是用指甲轻轻划开牛皮纸袋边缘的火漆印。那枚独特的由齿轮和星辰组成的文章，是7年前他和郑伟东在那个漏雨的工业园里用一个土法烧制的印章亲手盖上去的。他从纸袋里抽出的不是什么惊天的黑料，也不是什么秘密的录音，而是一份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微微泛黄的一致行动人即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的纸张是当年能找到的最好的档案纸，上面的字迹是用英雄牌的碳素墨水手写的，笔力遒劲，入木3分。这是什么？孙哲第一个发出质疑。他强作镇定，但微微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的紧张。作为一个精通资本游戏的专家，他本能地从这份古老的协议中嗅到了一丝极度危险的气息。顾海潮将协议轻轻放在桌上，推到他们面前。罗董、老郑，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个吧？顾海潮的目光越过孙哲和钱丽君，落在了罗振山和办公室外的郑伟东身上。郑伟东在送走周静后一直放心不下，悄悄跟了过来，此刻正站在门外，脸色煞白。7年前，公司账上只剩下3000块钱，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是我拿着天书系统的初始模型去找了我导师做担保，从一个天使投资人那里拿到了第一笔救命的钱，50万。这段往事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罗振山和郑伟东的心上。他们当然记得，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解散团队，是顾海潮的这笔钱让星河智联起死回生。那位天使投资人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他投资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信不过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顾海潮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所以，我们签了这份协议。协议规定，那位投资人占公司70%的股份，但这70%的股份由我全权代持，并拥有其绝对的、不可撤销的、唯一的投票权和处置权。同时，为了保证技术在公司发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我个人持有的5%的技术股与这70%的代持股份绑定，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这合计75%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10倍于普通股的超级投票权。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说之前顾海潮的话只是惊雷，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无异于一颗引爆的核弹。钱丽君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那双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恐和难以置信。孙哲则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扶着桌子边缘，身体微微发抖，嘴里喃喃自语 ：“AB 股架构，超级投票权，这不可能，工商注册信息上根本没有。”当然没有。顾海潮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自作聪明的跳梁小丑。为了方便后续的融资和管理，在律师的建议下，我们做了代持安排。工商层面只显示那位投资人的名字，但这份协议经过了最严格的公证，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就像星河智联的地下宪法，凌驾于所有后来的董事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之上。简单来说，这家公司姓什么，不取决于董事会有几个人，也不取决于股价是多少，只取决于我。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已经面无人色的罗振山。所以，你们刚才问我占公司多少股份，如果只算我个人的，是5%，但如果算我能控制的，是75%。现在你们还觉得你们有资格让我暂时下线吗？这不可能，这是伪造的。孙哲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尖叫。他猛地扑上前，想要抢夺那份协议，仿佛只要毁了它，一切就能回到自己掌控之中。顾海潮没有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一只更有力的手从旁边伸出，死死按住了孙哲的手腕。是钱丽君。冷静点，钱丽君低吼道。他的脸色虽然难看，但显然比孙哲更快地接受了现实。他死死盯着协议上那个鲜红的公证处印章和钢印，以及下面一长串他认识的在法律界如雷贯耳的律师签名。他知道这个东西假不了。罗振山则彻底瘫坐在了椅子上，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顾海潮那自始至终的平静，不是认命，而是源于绝对的碾压式的实力。他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道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一枚随时可以被清理出局的棋子。伪造。顾海潮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孙总，你大可以拿去鉴定，或者我现在就可以给我的律师团队打电话，他们很乐意和公司的法务部以及你们背后的资方好好聊一聊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律师团队4个字像4记重拳，彻底击溃了孙哲的心理防线。他知道能做出如此严谨的代持和投票权设计的团队，绝不是等闲之辈。这场仗从法律层面，他已经输得体无完肤。顾海潮，你到底想怎么样？罗振山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干涩、嘶哑，充满了恐惧。他不再叫顾总，而是直呼其名。这是一种姿态上的彻底认输。顾海潮没有回答他，
而是缓缓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自己的私人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周姐吗？我是顾海潮。他开了免提，周静那熟悉而干练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顾总，你还好吗？周静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我很好，周姐，我现在以星河智联绝对控股股东的身份，正式通知你，请立即冻结公司账户上所有对远航战略咨询的后续付款，并对过去支付的款项进行审计，同时彻查去年以来所有与立信国际贸易公司发生的境外服务器采购合同，封存所有单据和流水。我怀疑有人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职务侵占和利益输送，涉案金额可能超过9位数。电话那头的周静沉默了2秒，随即用一种压抑着兴奋的斩钉截铁的声音回答：收到，我马上去办。如果说刚才的股权协议是晴天霹雳，那么这通电话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孙哲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冷汗瞬间浸湿了他昂贵的衬衫。远航咨询是他的关联公司，立信国际贸易是他小舅子在海外注册的皮包公司。这些事情他做得极为隐秘，自以为天衣无缝，却没想到顾海潮早已了如指掌。他明白了，顾海潮不仅掌握着公司的绝对权力，还捏着足以把他送进监狱的致命把柄。不，你不能这样！孙哲彻底崩溃了，他语无伦次地喊道：我们是投资人，你这样做是损害公司利益，我要向证监会举报你。举报我？顾海潮笑了，笑声里充满了冰冷的快意。好啊，你去举报，正好让监管部门好好看一看，你们是怎么通过虚假咨询合同套取公司资金，又是怎么通过高价采购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孙总，你猜我们2个谁会先进去？钱立军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这些烂事，但作为孙哲的盟友和知情者，一旦东窗事发，他也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他们这次踢到了一块看似温和，实则比钢铁还要坚硬的铁板。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窗外的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暮色四合，将3张绝望而恐惧的脸笼罩在阴影里。门外，郑伟东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在地。他听清了办公室里的每一个字，手脚冰凉，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几乎无法呼吸。他想起了7年前那个夜晚，他和顾海潮、罗振山一起签下那份协议时的情景。那位天使投资人确实说过，他只信顾海潮的人品和技术。为了打消郑伟东和罗振山的顾虑，顾海潮当时还主动提出，他个人那5%的股份只有分红权，投票权在重大事项上与他们2人绑定。是顾海潮的无私和担当，才有了星河智联的今天。可是后来，随着公司越做越大，融资越来越多，他的心态变了。他看着孙哲、钱立军这些资本玩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着罗振山对资本的亦步亦趋，他开始嫉妒，开始不甘。他忘记了初心，忘记了顾海潮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基石。他以为联合资本把顾海潮踢出局，就能分到更大的蛋糕，却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最愚蠢、最可悲的人。办公室的门开了，顾海潮走了出来，看也没看瘫坐在地的郑伟东，径直向电梯走去。海潮！郑伟东挣扎着站起来，声音沙哑地喊道。顾海潮停下脚步，
却没有回头。我对不起你，我鬼迷心窍，我……郑伟东语无伦次，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老郑，顾海潮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你亲手毁了我们之间的信任，也毁了你作为创始人的尊严。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明天上午9点，我会召开紧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我希望你能出席。说完，他按下了电梯的下行按钮，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电梯门缓缓合上，隔绝了郑伟东那张写满绝望和悔恨的脸。顾海潮靠在电梯的轿厢里，看着镜子里那个面无表情的自己，心中并没有太多复仇的快感，反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他打败了敌人，却也永远的失去了一个曾经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朋友。第二天的紧急董事会，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顾海潮坐在了原本属于罗振山的董事长主位上，他的左手边是连夜从外地赶来的那位天使投资人的代表律师团队，他的右手边是拿着厚厚一叠审计报告初稿的财务总监周静。罗振山、郑伟东、孙哲、钱立军则像等待宣判的犯人，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会议的议程简单而高效。首先，由律师团队当众宣读并解释了一致行动人即股权代持协议的全部条款及其法律效力，彻底击碎了孙哲和钱立军最后一丝侥幸。然后，顾海潮以绝对控股股东的身份提出了第一项议案，罢免罗振山在星河智联的一切职务，包括董事长、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罗振山面如死灰，一言不发，投了弃权票。郑伟东犹豫了半晌，最终投了赞成票。这个投票象征着他与旧时代的彻底切割。议案毫无悬念地通过。紧接着是第二项议案，公司以每股1元钱的象征性价格回购孙哲、钱立军及其背后资方持有的全部股份。凭什么？孙哲拍案而起，这是抢劫，我们投入的是真金白银，就凭这个。顾海潮将周静递过来的一份文件扔到孙哲面前，那上面清晰地记录了远航咨询和立信国际贸易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每一笔都指向了职务侵占和欺诈。孙总，我们有2个选择。顾海潮的声音冰冷刺骨。第一，你们接受这个回购方案，签下字，今天就离开这里，我们永不再见。我可以保证，这份东西不会出现在公安局或证监会的桌上。第二，你们拒绝，那么我的律师和法务部会立刻启动所有法律程序，到时候你们要面对的就不是损失多少钱的问题了。赤裸裸的威胁，却无比有效。孙哲和钱立军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恐惧。他们知道，一旦事情败露，他们不仅会身败名裂，下半辈子都可能在牢里度过。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2人屈辱地在股权回购协议上签了字。当他们失魂落魄地离开会议室时，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最后，顾海潮看向了郑伟东，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把这位背叛者也一并清理出局。郑伟东，顾海潮开口道：作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你忘记了创业的初心，这是你的失职。从今天起，你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行政职务。我会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技术战略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最前沿、最不确定的技术方向。你就去做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吧。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研究院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实权、远离核心业务的虚职。这既是对郑伟东的惩罚，让他远离权力的中心，又是对他技术能力的某种保留，给了他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郑伟东嘴唇颤抖，他知道这是顾海潮对他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宽容。他站起身，对着顾海潮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谢谢你，海潮。”会议结束后，顾海潮立即召集了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召开全体大会。他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双充满疑惑和不安的眼睛，坦诚地公布了公司高层的变动，以及自己绝对控股股东的身份。我知道，过去的1年，公司走了一些弯路，我们追逐过风口，讲过资本故事，甚至一度把技术研发当成了成本，而不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今天，我要在这里向大家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从现在开始，星河智联要回归初心，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花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上。我们要重新拾起工程师文化，尊重每一个为产品付出的员工。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上市敲钟，不是为了让少数人财务自由，而是为了用技术真正的改变这个行业，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他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台下的员工们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了激动和振奋。他们压抑了太久的对技术的热情和对公司的归属感，在这一刻被重新点燃。会议的最后，顾海潮宣布将公司刚刚回购的原属于资方的所有股份全部放入员工期权池，用于激励在未来为公司做出杰出贡献的每一位员工。这个消息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人群中引爆，整个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几个月后，星河智联焕然一新，公司的风气从浮躁的赚快钱模式，重新回到了脚踏实地的技术深耕。被砍掉的底层架构重写项目被重新启动，并被列为最高优先级。顾海潮亲自带队，无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仿佛又回到了创业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周静因其在关键时刻的坚守和专业，被任命为公司的 CFO， 进入了新的董事会，成为了顾海潮最得力的左膀右臂。郑伟东在技术战略研究院里远离了纷争，反而沉下心来，开始真正思考一些关乎行业未来的长远问题。他递交的几份关于量子计算和边缘 AI 在物流领域应用的前瞻性报告，虽然短期内无法实现，却让顾海潮看到了他作为技术人的初心正在回归。两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再也回不到从前，但那层坚冰似乎也在慢慢融化。那个曾经空荡荡的办公室又被各种书籍、图纸和设备填满了。顾海潮坐在窗前，看着楼下依旧川流不息的城市，心情却和几个月前截然不同。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洒在他身上，温暖而祥和。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是他妻子发来的信息：今天早点回家，女儿说给你准备了惊喜。顾海潮笑了，他关上电脑，拿起外套，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他知道，真正的成功不是在会议室里赢得一场权力斗争，而是守护好自己珍视的一切，最初的梦想，并肩作战的团队，和那个永远在等他回家的港湾。星河智联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一次，航船的罗盘
将永远指向那片代表着技术与未来的最璀璨的星辰大海。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